Hello， 我是百萬 fans 的小滿，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的分享馬上開始。馬航 MH370 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晚安馬航370。這是2014年3月8日凌晨1點19分，吉隆坡區域管制中心收到的最後一條語音回復，聲音平靜沉穩，沒有任何慌亂，沒有任何背景雜音，一切聽起來都再正常不過。然而僅僅2分鐘後，凌晨1點21分，這架載有239人的波音777-212客機，在飛越馬來西亞與越南交界的南中國海上空時，雷達應答機信號瞬間消失，沒有求救信號，沒有機械故障報警，沒有天氣異常。一架重達200多噸，代表着人類現代航空工業最高結晶的巨型客機，就這樣在幾秒鐘內，從所有民用雷達屏幕上被徹底抹除了，就像是在漆黑的夜空中被人憑空掐斷了引線，瞬間遁入虛無。讓我們把時間往回撥一點，重新審視這令人毛骨悚然的第1個小時。這不僅僅是一次失蹤，這是一場在人類眼皮子底下上演的精密魔術。2014年3月8日凌晨0點42分，馬航 MH370 航班從吉隆坡國際機場起飛，目的地是中國北京。機上載有227名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起飛後的前40分鐘，一切完美的堪稱教科書。飛機順利爬升至35000英尺的巡航高度，自動駕駛儀接管了飛行航向25度，平穩地向東北方向飛去。凌晨1點19分，飛機抵達了一個名為 IGRY 的航空導航點。這是一個關鍵的交接點，飛機即將離開馬來西亞的領空，進入越南胡志明市的飛行情報區。吉隆坡空管按照標準程序，指示 MH370 聯繫胡志明市空管，頻率 120.9 兆赫。緊接着，駕駛艙裡傳來了那句著名的晚安馬航370。按照常理，飛機應該在幾秒鐘或1-2分鐘後，在新的頻率上向胡志明市空管報道。但是胡志明市的控管员等來的卻是死一般的寂靜。1點21分，位於飛機機翼下方的應答機停止了工作。應答機是民航客機上最重要的設備之一，它不僅向地面雷達發送飛機的位置，還發送高度、速度和航班號。當它停止工作的那一刻， MH370 在民用雷達屏幕上，從一個帶有詳細數據的明亮光標，變成了一個毫無特徵的盲點，隨後徹底消失。胡志明市的空管員開始瘋狂呼叫馬航370。這裡是胡志明，請回答。沒有回音。他們聯繫了附近的其他航班，請求他們用緊急頻率呼叫 MH370，依然沒有回音。恐慌開始在地面管制室裡蔓延，所有人都在猜測，是不是發生了災難性的空中解體？是不是遭遇了極其罕見的毀滅性機械故障？但真相遠比空中解體要詭異得多，也讓人膽寒得多。當民用雷達失去 MH370 蹤跡的同時，位於馬來西亞半島西海岸北海空軍基地的軍方一次雷達，卻在屏幕上捕捉到了一個驚人的畫面。一次雷達不需要飛機主動發送信號，它是通過發射無線電波，並接收金屬機身的反射來定位的。只要你是一塊在天上飛的巨大金屬，你就無法在一次雷達面前隱身。軍方雷達顯示，就在應答機被關閉的同一時刻，這架飛機並沒有墜毀，也沒有繼續飛向北京。相反，它在一個導航點完成了一個極其劇烈、極其不可思議的 U 型急轉彎，它向右猛打方向，隨後向西南方向折返，直接橫穿了整個馬來半島。它飛過了哥打巴魯，飛過了檳城，飛向了馬六甲海峽，完全背離了它原本的航線。
一架失去所有通訊，在深夜裡靜默飛行的龐然大物，宛如一個午夜幽靈，在馬來西亞的上空劃出了一道令人不寒而栗的軌跡。當時間線梳理到這裡，當所有的雷達數據被拼湊在一起時，幾個足以顛覆常理、讓人細思極恐的硬核疑點，如同深水炸彈般接連浮出水面。這些疑點不僅排除了普通事故的可能，更將事件的性質推向了一個令人窒息的方向。首先，為什麼應答機會在交接點被精準關閉？如果飛機遭遇了災難性的電路故障或爆炸導致應答機斷電，那麼飛機絕不可能在隨後繼續平穩飛行幾個小時，更不可能完成複雜的轉向動作。應答機不是一個容易被誤觸的按鈕，在波音777的駕駛艙裡，關閉它需要飛行員刻意伸手，將一個旋鈕從它 RA 或 ON 的位置一路旋轉，撥到 STP 狀態。這絕對是一個精確的手動操作，而且這個操作發生的時間點極其刁鑽，恰好在馬來西亞空管剛剛結束服務，而越南空管還未接手的盲區。在這個幾分鐘的真空期裡，沒有任何人會盯着這架飛機。這說明關閉應答機的人對航空管制流程有着深刻到骨子裡的了解。其次，為什麼飛機在折返時要完美的沿着兩國航空情報區的邊界飛行？當我們仔細分析軍方雷達捕捉到的折返軌跡時，會發現一個令人頭皮發麻的細節。MH370 在橫穿馬來半島後並沒有隨意飛行，它的航線極其巧妙地貼着馬來西亞和泰國兩國的飛行情報區邊界線在穿梭。在航空界，這是一種極其高級的戰術規避動作。為什麼？因為當一架沒有身份信息的飛機沿着邊界線飛行時，泰國的雷達兵會看着屏幕想，這可能是在馬來西亞空域飛行的國內航班，歸他們管；而馬來西亞的雷達兵會想，這可能是在泰國空域飛行的飛機，歸泰國管。通過這種心理盲區和管轄權的模糊地帶，這架龐大的客機成功地在兩國的軍方雷達屏幕上隱身了，沒有引發任何防空警報，沒有一架戰鬥機升空攔截。這絕對不是普通的劫機者能懂的知識，這需要頂級的航空導航素養和心理博弈能力。第三，也是最讓人毛骨悚然的一個技術疑點。為什麼衛星通訊系統在斷電後又詭異重啟？現代客機上除了應答機，還有一個名為 ECARS 的設備，它會定期向地面發送飛機的發動機數據和系統狀態。調查顯示，在應答機被關閉之前， ECARS 系統就已經停止了數據傳輸。這意味着有人在駕駛艙裡通過極其繁瑣的步驟，可能是在飛行管理計算機裡層層記錄菜單，或者直接拔掉了隱藏在駕駛艙地板下設備艙底的斷路器，強行癱瘓了這套系統。但詭異的事情發生在了凌晨2點25分，此時飛機已經飛出軍方雷達的探測範圍，進入了安達曼海面上空。就在這時，飛機上的衛星數據单元突然向國際海事衛星組織的衛星發送了一個 login request。在航空電子系統中，這種登錄請求通常只有在2種情況下才會發生：一是飛機在地面剛剛通電啟動時；二是該系統在飛行中遭遇了徹底的斷電，隨後又被重新接通了電源。系統重啟後自動尋找衛星進行握手。為什麼有人會費盡心機關閉所有的通訊設備，卻在1個小時後又讓衛星通訊系統重新通電，使他們在黑暗中為了恢復某個關鍵儀表的電力，不得不重新閉合了主電源的匯流條？還是某種更深層的，我們至今無法理解的技術操作？這個詭異的重啟成為了整個事件中最難以解釋的技術謎團，但
也正是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電子脈衝，成為了後來全人類尋找 MH370的唯一線索。到底是誰在駕駛艙裡完成了這一系列極度專業的戰術及規避動作？他知道如何關閉應答機，知道如何癱瘓 ACAR 系統，知道如何利用空管交接的盲區，知道如何沿着情報區邊界進行戰術貼線飛行，甚至知道如何通過輸入新的航路點來操縱飛行管理計算機。這絕不是一個只玩過幾天微軟模擬飛行的業餘愛好者能做到的。波音777是一台極其複雜的工業機器，要在深夜的萬米高空，在一片漆黑的駕駛艙裡，精準無誤地完成這一系列剝奪飛機感知能力的外科手術室操作。這個人不僅需要擁有真實的波音777飛行執照，還需要對這架飛機的底層系統邏輯有着極其可怕的熟練度。凌晨2點22分，馬來西亞軍方雷達在安達曼海的西北方向最後一次捕捉到了 MH370 的微弱回波，隨後它徹底飛出了雷達的極限探測距離，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地面上空管中心已經亂作一团，搜救隊伍開始在南中國海，也就是飛機最初消失的地方集結。全世界的新聞媒體都開始插播這條令人震驚的消息，所有人都在盯着的那片平靜的海域，祈禱着能找到生還者，或者哪怕是一點點殘骸。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找錯了地方，而且錯得離譜。這架飛機並沒有在南中國海墜毀，它依然在飛，在萬米高空幽靈般的巡航，雷達屏幕上再也沒有它的影子。但在距離地球35000公里的赤道上空，一顆靜止軌道通信衛星卻在無意中記錄下了這架幽靈航班在黑暗中留下的最後心跳。這顆名為 Inmarsat 3F1的通信衛星其實根本不是用來追蹤飛機位置的，它就像是一個懸掛在地球赤道上空的巨型 WiFi 路由器，只負責為過往的船舶和飛機提供衛星電話和數據傳輸服務。當 MH370 的衛星數據單元在凌晨2點25分詭異重啟後，這個系統就像是一個在荒野中迷路的人，每隔1個小時就會自動向太空中的衛星發送一個微弱的電子脈衝，用極其簡短的代碼說一句“我還在線”。在航空術語中，這叫做 handshake 握手信號。從凌晨2點25分到早上8點19分，這架消失的波音777在雷達屏幕之外與衛星進行了整整7次完整的握手。這個數據已經公布，直接讓全世界的搜救人員倒吸一口涼氣，因為這意味着在所有人都在南中國海焦頭爛額的尋找殘骸時， MH370 其實在黑暗中一直飛，整整又飛了7個多小時，直到燃油徹底耗盡。但是衛星只收到了我還在線的信號，並沒有收到 GPS 坐標。茫茫地球，它到底飛向了哪裡？這時候，一群極其硬核的英國衛星工程師站了出來，他們拿出了2個聽起來極其枯燥，但卻徹底改變了人類航空史的名詞 BTO 和 BFO。別怕，我們用最簡單的人話來解釋什麼是 BTO， 全稱叫突發時間偏移。簡單來說，衛星在太空中的位置是固定的，它接收到飛機發來的握手信號，需要一点點光速傳輸的時間。工程師通過計算這個極其微小的時間差，就能精準算出飛機距離衛星有多遠。把這個距離作為半徑，在地球表面畫一個圓，飛機就一定在這個圓圈的某一點上7次握手，畫出了7個不斷擴大的圓圈，這被稱為等距環。但這還不夠，圓圈太大了。它往北可以穿過中國飛向中亞，往南可以一直延伸到南極洲。到底是向北還是向南？
這就輪到第二個神奇數據 BFO 出場了，全稱叫突發頻率偏移。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生活經驗：一輛救護車鳴着警笛向你開過來的時候，聲音會變尖銳；當它離你遠去的時候，聲音會變得低沉。這在物理學上叫多普勒效應。電磁波也是一樣的，工程師們極其變態地分析了那7次握手信號頻率裡那微乎其微的波動。如果飛機是迎着衛星往北飛，頻率會變高；如果飛機是背着衛星往南飛，頻率會變低。經過超級計算機日以繼夜的反覆運算，最終得出的結論讓所有人都感到絕望。BFO 數據完美匹配了向南飛行的多普勒平移。MH370 這架載着239人的重型客機，在完成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戰術規避動作後，一頭扎進了地球上最荒涼、最深邃、天氣最惡劣的無人區南印度洋。它沒有降落在任何秘密軍事基地，也沒有被外星人劫持，它就是在一個沒有人能看到的地方，孤獨地飛向了毀滅。如果說海量的數据推演讓人覺得虛無縹緲，那麼大自然給出的物證則徹底錘死了這個殘酷的真相。2015年7月29日，也就是飛機失蹤近1年半之後，在距離澳大利亞搜救區幾千公里外的法属留尼汪島，一名海灘保潔員在清理垃圾時，發現了一塊長達2米的巨大金屬殘骸。這塊殘骸的邊緣已經被海水撕裂，但上面的一串編號卻清晰可見 657BB。波音公司的工程師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就給出了確定的答案：這是波音777客機右翼的金附翼。而全世界當時唯一一架失蹤的波音777，只有 MH370 這塊殘骸上密密麻麻地長滿了海洋生物鹅颈藤壺。這些藤壺成為了最誠實最無聲的證人。海洋生物學家通過提取藤壺外殼的同位素，結合它們的生長周期，甚至反推算出了這塊殘骸在海水中漂流的溫度變化曲線。再結合全球海洋環流模型，科學家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這塊殘骸就是從南印度洋的墜機點，順着洋流經歷了500多天的孤獨漂流，最終被衝上了留尼汪島的沙灘。隨後在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等地，又陸續發現了30多塊確認或高度疑似屬於 MH370 的殘骸，陰謀論徹底破產。飛機墜毀在南印度洋成為了鐵一般的事實，但隨之而來的是那個最讓人不寒而栗的核心問題：為什麼一架狀態完美的波音777，為什麼要一路狂奔，飛向一片毫無生機的絕境？面對這極其詭異的7個小時，全球航空界的頂尖專家們提出了3大核心推論。第一個推論：機械故障導致的幽靈航班假說。這種觀點認為，飛機在南中國海上空可能遭遇了災難性的突發減壓，或者是嚴重的電氣火災，機組人員為了自救，試圖關閉部分系統滅火，並緊急掉頭準備在馬來西亞迫降，但火災燒毀了通訊線路，或者減壓導致氧氣迅速耗盡，最終機長和副駕駛在極度缺氧中失去了意識。全機乘客也陷入了永久的昏迷，飛機變成了一艘無人駕駛的幽靈船，靠着自動駕駛儀一路向南忙碌飛行，直到燃油耗盡墜海。聽起來很合理，对吧？航空史上確實發生過類似缺氧導致的太陽神航空幽靈航班慘劇，但這個假說卻無法解釋 MH370 那些極度精準的操作。如果是火災或缺氧，飛行員的動作應該是慌亂的求救的，但 MH370 關閉應答器的時間掐得太準了，剛好在空管交接的盲區，它的折返路線太完美了，精準地貼着情報區邊界飛行，這絕對不是一個
陷入半昏迷狀態的飛行員能做出來的動作。這分明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隱身策略。第二個推論，外部劫機，假說，是不是有恐怖分子混入了乘客之中，衝進駕駛艙控制了飛機？調查人員對機上所有乘客的背景進行了掘地三尺的調查，確實發現了2名使用假護照登機的伊朗人，但最終證實，他們只是為了偷渡到歐洲打工，沒有任何恐怖組織背景。更重要的是，911事件之後，波音777的駕駛艙門被設計成了防彈且防爆的加固門。如果沒有裡面人的同意，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強行破門。而且如果是劫機，為什麼至今沒有任何組織站出來宣布對此負責，劫持一架飛機飛向南印度洋自殺，不提出任何政治訴求？這完全違背了劫機事件的行為邏輯。當所有的不可能被一一排除，剩下的那一個，無論多麼令人難以接受，都只能是真相。這就引出了第三個，也是目前全球航空調查界最主流、證據最充分，卻也最讓人感到絕望的推論：機長扎哈里·阿莫沙的蓄意墜海。假說扎哈里53歲，擁有超過18000小時的飛行經驗，是馬航最資深、最受尊敬的機長之一。在所有人眼裡，他性格溫和，技術精湛。但 FBI 在協助馬來西亞警方調查時，在他的家中發現了一個極其關鍵的物證，一台由他自己組裝的、擁有多個屏幕的頂級微軟模擬飛行器。警方提取了電腦硬盤，發現裡面的數據已經被手動清空了，但在頂尖的數據恢復專家面前，刪除的痕跡依然留下了殘影。在被恢復的龐大數據日誌中，調查人員發現了一條讓人瞬間頭皮發麻的模擬飛行航線。這條航線記錄顯示，有人在模擬器上駕駛着一架虛擬的波音777，從吉隆坡起飛，向西北飛入馬六甲海峽，然後突然向南大幅度轉向，一直飛過了印度尼西亞，飛向了深不見底的南印度洋，直到虛擬飛機的燃油耗盡。這條被刻意刪除的模擬航線，與後來 MH370 實際飛行的詭異軌跡重合度高的令人窒息。他為什麼要在家裡的模擬器上練習，把一架滿載乘客的客機飛向荒無人煙的南印度洋？調查人員進一步深挖機長的背景，發現了一些被刻意隱藏的裂痕。他的婚姻瀕臨破裂，妻子已經搬離了住所，他有着強烈的政治傾向。而就在起飛前幾個小時，他所支持的政治領袖剛剛被判入獄。讓我們把所有的線索拼湊在一起，還原那個令人窒息的深夜。機長扎哈里可能利用副駕駛離開駕駛艙，去洗手間的間隙，從裡面反鎖了那扇堅不可摧的防彈艙門。隨後他戴上飛行員專屬的氧氣面罩，手動關閉了應答機，切斷了阿卡斯系統。接着他做出了一個極其殘忍的動作，他可能關閉了客艙的增壓系統。在萬米高空，客艙氣壓會瞬間驟降，乘客頭頂的氧氣面罩會自動脫落，但那些化學氧氣發生器最多只能提供12到15分鐘的氧氣。在黑暗與恐慌中，客艙裡的237名乘客和乘務員在10幾分鐘後便陷入了深度的缺氧昏迷，並在不知不覺中安靜地死去了。而駕駛艙裡的扎哈里擁有獨立的、可以維持數小時供氧的機組氧氣瓶。他冷靜地操縱着這架巨大的金屬棺材，沿着他早已在模擬器上演練過無數次的路線，避開雷達，消失在夜空中7個多小時的漫長飛行。在這7個小時裡，整個世界都在瘋狂地尋找他們，而他只是靜靜地坐在駕駛艙裡，看着窗外南印度洋無盡的星空和漆黑的海面，聽着發動機單調的轟鳴聲，
等待着最後時刻的到來。當黎明的曙光照亮南印度洋的海面時， MH370 的油箱終於見底了。2014年3月8日早上8點19分，這架巨大的波音777迎來了它生命中的最後時刻。首先，右側發動機因為燃油耗盡，發出了最後一聲沉悶的喘震，扇叶的轉速迅速下降，直至徹底停止。原本平衡的巨大推理瞬間被打破，失去單側動力的飛機開始不由自主地向右偏航。緊接着，僅過了不到15分鐘，左側發動機也吸乾了油管裡的最後一滴航空煤油，徹底熄火。兩台轰鳴了7個多小時的勞斯萊斯引擎相繼停轉，這意味着飛機瞬間失去了所有的主動力源和主要的電力供應。在這個絕命時刻，波音777自帶的最後一道應急機制被觸發在機腹下方，一個小型的衝壓空氣渦輪，也就是航空界常說的 RAT 自動彈出。這個靠迎風吹動的小型風扇拼命榨取着飛機墜落時產生的高速氣流，試圖為飛機提供最後一點微弱的備用電力。正是這股微弱的電流，讓飛機上的衛星通訊終端在斷電後又一次極其短暫地重啟了。它向太空中的 Inmarsat 衛星發送了一個極其微弱的登陸請求。這就是整個事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第7次握手。它不是人類發出的求救信號，而是這架冰冷的機器在臨死之前發出的一聲毫無生氣的機械喘息。但這微弱的備用電力根本無法維持龐大的液壓系統運轉。隨着液压油壓力的喪失，飛機的自動駕駛儀徹底斷開，一架重達200多噸、長達63米的金屬巨獸在萬米高空徹底變成了一塊毫無生氣的廢鐵，沒有了升力的托舉，沉重的機頭開始不可逆轉的下墜。按照空氣動力學專家的計算機推演，失去控制的 MH370 在此時進入了極其可怕的死亡螺旋。它就像一片在狂風中飄落的樹葉，但在地球重力的無情拉扯下，這片巨大金屬落葉的下墜速度越來越快。機身在空中開始劇烈翻滾盤旋，機頭直指海面，下墜的速度甚至逼近了音速。在這樣的急速墜落狀態下，海面不再是柔軟的水，而是比鋼筋混凝土還要堅硬100倍的牆。當 MH370 以接近垂直的角度，每小時上千公里的恐怖速度砸向冰冷黑暗的南印度洋時，沒有任何迫降的可能，沒有任何緩衝的餘地。在一瞬間，巨大的物理衝擊力將這架堅固的客機無情地撕成了數百萬塊碎片。沉重的引擎起落架以及機艙裡那239個陷入沉睡的靈魂，伴隨着漫天飛舞的金屬殘骸，迅速向着4000多米深的黑暗海底沉去。海面上翻滾的白色泡沫很快平息，一切歸於死寂。你可能會問，既然至今沒有找到黑匣子，憑什麼敢把墜毀的過程描述得如此篤定？答案就藏在那些被海浪沖刷上岸的殘骸裡。2015年7月，在距離墜海區域幾千公里外的法属留尼汪島，人們發現了一塊屬於 MH370 的金腹魚殘骸。法國航空事故調查局的頂尖專家對這塊殘骸進行了極其微觀的斷口力學分析，結果顯示，這塊金箔翼在受到撞擊脫落的瞬間是處於完全收起的巡航狀態。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沒有任何人去操縱這架飛機進行減速、迫降。飛機是在毫無減速配置的姿態下完全失控的，以極高的速度直接砸碎在海面上的這一硬核物證，徹底粉碎了所謂機長最後時刻清醒，並試圖水上迫降的幻想。MH370 的悲劇給全世界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巨大創傷。
但也以極其慘痛的代價，永久的改變了全球航空業的運行規則。239條生命的離奇消失，讓國際民航組織痛定思痛。在這起事件之前，民航客機在飛越廣袤大洋時，一旦脫離了陸地雷達的覆蓋範圍，就處於一種可怕的半盲飛狀態。地面只能靠機組偶爾的語音匯報，或間隔很長的系統握手來確認位置。但這之後，一切都變了。全球航空界以最快的速度，強制推行了基於衛星的 SB， 也就是廣播式自動相關監視系統。今天，哪怕你乘坐的客機飛在太平洋的最深處，飛在沒有任何雷達覆蓋的極地冰原上空，飛機上的設備也會每隔1分鐘，甚至每隔幾秒鐘，自動向太空中的衛星廣播自己的精確經緯度、高度和速度。同時，飛機上的應答機等關鍵通訊設備在電氣設計上被全面修改，飛行員再也無法像扎哈里那樣輕易地從駕駛艙內切斷所有對外的聯繫。MH370 用它徹底的消失，換來了今天我們每一架商業航班的無處遁形。10年過去了，關於 MH370 的陰謀論依然在互聯網的各個角落裡層出不窮。被外星人劫持，降落在某個秘密的軍事基地，穿越了時空的裂縫。這些光怪陸離的傳言之所以存在，或許是因為真相太過冰冷，冷到人們寧願去相信那些虛無縹緲的奇蹟，也不願接受那個絕望的結局。但科學不相信奇蹟，數據更不會撒謊。基於現有的所有軍方雷達軌跡、衛星握手信息、多普勒效應分析、洋流漂移模型以及殘骸的物理斷口鑑定， MH370 的命運已經是一個在國際航空調查界確鑿無疑的結論。這是一起由機長蓄意策劃、精心執行的墜海事件。它不是什麼超自然的未解之謎，它是一場徹頭徹尾的人為悲劇。在這場悲劇裡，最無辜、最讓人心碎的是客艙裡的那239名乘客和乘務員。他們中有去海外旅行歸來的老人，有懷揣藝術夢想的留學生，有剛滿2歲還在牙牙學語的孩子。他們在登上那個深夜的航班時，只是以為要經歷一次普通的夜間飛行，以為睡一覺醒來就能看到北京首都機場的晨光，就能回到溫暖的家。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被強行剝奪了生存的權利，被無情地帶入了那個永遠無法返航的深淵。今天我們在這裡極其理性，甚至近乎殘酷地剖析這些冰冷的數據和推演，絕不是為了滿足大眾獵奇的心理，而是因為遺忘才是真正的消失。只有直面最刺骨的真相，才能給那些在漫長歲月裡苦苦等待的家屬一個真正的交代，哪怕這個交代裡沒有奇蹟，只有眼淚。南印度洋的海風依然在日夜吹拂，4000米深的海底依然冰冷黑暗。MH370 的主體殘骸和那2個橘紅色的黑匣子，或許還需要很多年才能重見天日，又或許他們將永遠長眠於深海的淤泥之中。但那239個鮮活的生命，絕不應該僅僅被定格為航空史上的一個冰冷代號。願逝者在無盡的星空中終獲安息，願生者在漫長的歲月中得以釋懷，更願這樣的悲劇在人類的藍天上永遠永遠不再重演。感謝觀看本期內容，記得訂閱、關注、轉發。下期見，你的小滿馬上回來。